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温柔入怀》故事解说。薛景是一名专业的服装设计师，他与梁婷是大学同学，也是彼此的未婚夫、未婚妻。在外人眼中，两人郎才女貌，是十分般配的一对。这天，梁婷来到婚纱店试穿婚纱，看似是浪漫的筹备婚礼之举。店内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感慨梁婷对薛景十分浪漫，可现场的气氛却格外微妙，暗藏着涌动的矛盾。薛景默默在一旁试穿起了婚纱，心底却满是忐忑与不安。他暗自揣测自己只是临时试一下婚纱，不知道梁婷会不会因此生气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林夕率先开口，语气带着不满与阴阳怪气，对着薛景发出质问。林夕抱怨薛景此前带自己来婚纱店时全程沉默不语，如今却摆出这般冷淡的模样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梁婷见状立刻上前维护林夕，她对着薛景解释，林夕刚刚失恋，此刻正是内心脆弱，需要人陪伴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梁婷的话语里带着一丝挑衅，直言自己如果和林夕真的有别样的情愫，根本轮不到薛景以未婚妻的身份知会。林夕连忙收敛姿态，对着薛景低声道歉，解释自己只是当下心情不佳，并非有意挑衅，承认今天是自己行事过分。可这番说辞却让一旁的梁婷对薛景越发失望，她觉得林夕处处为薛景着想，反观薛景却处处计较，小题大做，心中对薛景的不满愈发浓烈。情绪降至冰点的薛景彻底看透了眼前的局面，他主动开口叫停了这场闹剧，直言不需要再继续筹备婚纱相关事宜。此刻的薛景心中积攒了多年的委屈与不甘，他清晰记得这些年梁氏集团能够在行业内稳步崭露头角，站稳脚跟，全靠他一手主导的设计作品支撑。看着梁婷与林夕亲密暧昧的模样，薛景在心底暗暗发誓，如今梁氏亏欠他的一切，他日后一定会尽数讨回。风波过后，薛景转身离开婚纱店，途中不小心发生了意外，旁人连忙关切询问他的状况。薛景十分淡然地表示自己没事，只是裤腿不小心弄脏了一点。这时，陪同在旁的小女孩看到了薛景的模样，又想起了自己叔叔办公桌上的照片，认出薛景就是照片里的那位漂亮姐姐。小女孩十分热心地告知薛景，自己刚刚出了车祸，不过并无大碍，只是虚惊一场。她真诚地安慰薛景，让他放心，自己的叔叔是整个华京最有钱的人，一定能够帮他找到最好的医生，妥善处理所有问题。随即，小女孩拿出手机拨通了叔叔的电话，简单说明情况后，让叔叔赶来现场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听闻情况，语气温和地表示自己可以先安排薛景前往医院检查，后续会让助理赶到现场处理所有事宜。薛景连忙出声推辞，反复告知对方自己只是裤腿弄脏，根本不需要就医，无需这般麻烦。等待的间隙，小女孩忍不住调侃自己叔叔的办事速度太过迟缓，足足等了5年，终于再次等到了想见的人。这句话让薛景心头一震，带着疑惑开口询问对方的身份。话音落下，赶来的男人出声唤出了熟悉的称呼，喊出了阿景。薛景瞬间愣住，眼前的男人正是林化。林化语气急切的让薛景稍作等待，告知他自己只需要20分钟就会抵达现场。一旁的小女孩满脸惊喜，对着薛景说道自己的叔叔已经来了，随即好奇地询问薛景，她的男朋友为何没有赶来陪伴。薛景神色淡然地告知小女孩，自己已经和男友分手了。小女孩听闻此事，立刻热情撮合起两人，直白地劝说薛景可以考虑自己的叔叔，还着重强调林化身家丰厚，是非常优质的人选。林化看着眼前阔别5年的薛景，眼底满是隐忍的深情，他缓缓开口诉说，这些年自己一直被家里人催促婚恋之事，父亲更是只看重彩礼，从未真正关心过他的心意。整整5年的等待，让林化再也不想轻易放手。他郑重地向薛景表明心意，若是薛景有相亲的打算，希望他可以优先考虑自己。就在两人氛围微妙之际，薛景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。电话里，父亲急切地询问薛景，今日是否已经和小梁敲定婚宴事宜。薛景语气坚定地告知父亲，自己已经和梁婷分手，这场婚礼不会再举办。父亲得知消息后瞬间暴怒，直言自己早已将两人的婚讯散播出去，根本不容许薛景临时反悔，强硬要求他必须如期成婚。可薛景态度坚决，无论父亲如何逼迫，都不肯妥协，执意取消这场婚约。另一边，梁婷的身边依旧有林夕陪伴，旁人贴心地向梁婷表态，会帮他看好薛景，不让他肆意胡闹。而薛景这边彻底斩断与过去的纠葛后，主动抬头看向身旁的林化，认真询问他白天所说的话是否依然作数。林化毫不犹豫应声答应，顺势敲定了两人的关系。很快，
工作人员为两人拍摄结婚登记照，在镜头前，两人慢慢靠近彼此，定格下专属的瞬间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倍感意外，旁人纷纷疑惑：明明是一场普通的相亲，为何最后却直接领证结婚？领证结束后，林化温柔地开口，让薛景婚后直接搬来自己家中居住。她细心地顾及薛景的情绪，若是薛景觉得仓促不适，自己可以暂时搬到公司居住，不给他造成压力。薛景连忙出声拒绝，让林化不必这般迁就自己。回到家中，林化温柔地告知薛景，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他的家，生活上有任何需求、任何难处，都可以随时跟自己开口。他细心地带着薛景熟悉家中环境，将两人的结婚证妥善保管起来，还特意为薛景介绍了书房与衣帽间的位置，让他将常穿的衣物安置妥当。薛景看着林化快速适应丈夫的身份，细致周到地安排好一切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忍不住感慨林化适应角色的速度太快。林化望着眼前的薛景，眼底满是温柔与笃定，坦言自己终于得偿所愿，往后一定会和薛景永远在一起。突如其来的亲密氛围让薛景有些手足无措，他看着两人的关系飞速推进，一时难以适应，慌乱地表示天色已晚，自己先去洗漱洗澡。独处的间隙，薛景忍不住暗自懊恼，觉得自己刚刚的言行太过冲动，完全乱了分寸。没过多久，林夕主动找上门，对着薛景兴师问罪。他带着不满的语气说道：家中阿姨告知自己薛景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处，他直言上次的事情自己已经认错，不解薛景为何如此矫情，仅仅一点小事就要闹着离家出走。面对林夕的质问，薛景态度冷淡，明确告知对方自己早已和梁婷提出分手，两人再无任何关系。林夕依旧不死心，假意解释梁婷这几天一直陪着自己散心，只是单纯的朋友陪伴，还承诺等自己回去后会买礼物向薛景赔罪。一旁的旁人见状，连忙夸赞林夕识大体，同时对着薛景出言敲打，警告他若是继续无理胡闹，这场未成型的婚礼就彻底作废。众人都清楚，薛景一直十分看重这场和梁婷的婚礼，笃定他一定会低头妥协。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薛景直接坦然告知众人，自己已经领证结婚。这番话瞬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，林夕满脸难以置信，连连追问薛景在没有自己和梁婷知晓的情况下，到底和谁结了婚。慌乱之际，薛景拨通了林化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薛景略带歉意地表示自己刚刚一时疏忽，没能及时回应。林化的语气格外温柔，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，只是轻声安抚，告知薛景家中突然多了一个人，不适应是正常情况。随后林化缓缓开口，点明两人如今已是合法夫妻，询问薛景是否清楚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。薛景一时语塞，慌乱之下脱口而出抱我。话音落下才察觉自己失态，连忙慌乱解释，表明自己只是想说，往后两人作为夫妻，自己有任何需求都会主动告知，至于其他的亲密事宜，可以慢慢磨合，等自己洗漱完毕再细说。林化见状不再为难，温柔指引他前往浴室洗漱。另一边，林夕私下和旁人议论，笃定薛景根本不会轻易放手梁婷，他好不容易攀上条件优越的梁婷，不可能主动放弃。众人也纷纷附和，认为薛景如今依旧在梁氏集团任职，就算闹脾气也掀不起任何风浪，只要薛景离开，梁婷就彻底属于林夕一个人。薛景洗漱完毕后，发现找不到吹风机，只能出来询问林化，同时疑惑为何林化会把吹风机放置在偏僻的位置。林化见状，主动上前提出帮薛景吹头发，让他乖乖坐好，不要乱动。近距离相处时，薛景发现林化戴上了眼镜，好奇询问他是否近视。林化坦然告知只是平光眼镜。这时家中阿姨赶来，准备为薛景送来吹风机。薛景连忙告知阿姨自己已经找到，无需麻烦。吹头发的间隙，薛景主动向林化坦诚，方才自己在外接听电话的人是前男友梁婷，但两人早已彻底分手，毫无牵扯。为了不让林化误会，他还告知自己已经递交了梁氏集团的辞职报告。薛景认真表示，既然两人已经结婚，自己会彻底斩断过往的纠葛，不会让过往的人和事影响两人的生活。林化全然信任薛景，没有丝毫质疑。薛景接着自信地说道，自己能够在梁氏做到副总职位，就有能力拿到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如今业内顶尖的新药平台向自己抛出了橄榄枝，他坚信自己能奔赴更好的未来。听闻薛景的规划，林化满心支持。看着已经吹干的头发，薛景以为今晚的事情就此落幕，可林化的眼底已然闪过凌厉的神色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，凡是曾经欺负过薛景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
随即林化直接吩咐下属撤销林氏集团与梁氏集团的所有合作订单。突如其来的合作撤销让梁氏集团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梁氏员工紧急向梁廷汇报情况，告知梁总薛景已经正式离职，而且林氏集团昨日突然官宣取消所有合作。从昨日到今日，梁氏的股价持续暴跌，公司陷入巨大困境。梁廷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，质问下属为何如今才将此事上报。他怒斥下属愚蠢。薛景身为公司副董，离职事宜至关重要，下属竟然随意审批通过。愤怒之余，梁廷立刻命令下属拨通薛景的电话，以辞呈流程存在问题为由，强制要求薛景立刻返回公司。下属多次拨打薛景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梁廷的母亲见状，连忙开口劝说，让梁廷亲自联系薛景。他笃定薛景向来听话，只是一时闹脾气，只要好好哄劝，以薛景的能力，绝对有办法挽回林氏的合作，挽救梁氏的危机。梁廷心中依旧自负，认为薛景身边没有比自己更优秀的男性，笃定薛景不可能真正彻底离开自己，更不可能随意嫁人，坚信他只是赌气任性。心态平复后，梁廷立刻吩咐备车，打算亲自去找薛景求和。次日清晨，薛景早起准备出门上班，对着林化表示自己已经辞职，无需居家休息。昨晚星耀平台向自己抛出了入职橄榄枝，自己今日正式入职。他随口提及星耀平台隶属于林氏集团，和林化同姓，觉得十分巧合。林化听闻，轻声调侃询问薛景，有没有可能林氏集团的幕后老板就是自己？薛景只当他是玩笑话，笑着反驳，觉得林化才刚回国，不可能是林氏总裁，还打趣自己不敢高攀。林化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温柔让他喝完东西再去上班。薛景准备出门时，发现林化的领带有些歪斜，便主动上前帮他整理端正。整理完毕后，薛景连忙示意林化小声，告知他不远处的人是自己的前男友梁廷。他坦言梁廷性格难缠，担心对方无端纠缠。林化全程淡定从容，丝毫没有忌惮。梁廷看到两人亲密相处的画面，立刻上前嘲讽，直言没想到堂堂林氏集团总裁竟然会私下养情人。随后梁廷让随行助理传话，想要单独和林化商谈事宜。林化的助理态度强硬，告知梁总林氏总裁日程繁忙，若要约谈必须提前走官方流程，随即带着林化转身离开。薛景看着两人离开，立刻加快脚步赶往公司，刚好赶在打卡最后1分钟顺利上班。另一边，梁廷并未彻底离开，他远远看着薛景的背影，心中满是疑惑，觉得这个背影格外熟悉，却又不敢相信薛景会和林氏总裁有牵扯，只能暗自疑惑。梁廷离开后，不停拨打薛景的电话，主动低头认错，恳求薛景原谅自己，希望他能回来和自己如期结婚。就在梁廷不断纠缠时，林化拿起薛景的手机，直接接听了电话，淡然告知梁廷自己是薛景的丈夫，询问他还有什么事宜。梁廷听闻这话，瞬间震惊失语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连质问薛景怎么会突然嫁人，更是不满薛景抛弃了自己这个未婚夫。挂断电话后，薛景才缓缓走来，看到手机通话记录，连忙向林化道歉，自责不该让前任打扰到两人的生活。薛景认真向林化表明态度，两人如今是合法夫妻，梁廷的情绪与自己毫无关系，自己明天就会彻底更换联系方式，彻底斩断过往所有纠葛。林化听闻，只是淡淡询问具体时间，得知是明天后，便温柔表示自己明日有空，全程陪同他处理。薛景看着格外急切的林化，只觉得十分好笑。被拒之门外的梁廷并未放弃，一直等候在林氏集团会客区，甚至在会客区大发雷霆，让人调取监控，走访查证，想要找出林化身边的女人到底是谁，执意拆穿两人的关系。而此时的薛景已经全身心投入到星耀公司的工作中。星耀公司的总监召集所有新人实习生开会，明确告知众人，即将开展春季服装展会，所有新人都需要参与其中，公司会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决定最终的去留。薛景心中了然，自己去年在梁氏集团时就参与过同款春季服装展会，对相关流程十分熟悉，这份工作任务对他而言并不算困难。薛景的优秀能力让身边的同事心生感慨，直言当过副总的人实力截然不同，即便空降入职，连公司总监都对他格外和善优待。同事姚夏心中颇有不满，态度带着敌意。另一位同事见状，连忙从中调和，劝说姚夏不要针锋相对，其中或许存在误会。有新人同事满心疑惑，
小声询问身边人薛景空降的缘由。不解星耀原本没有新人扩招需求，为何会突然单独向薛景抛出入职邀请？而且时机恰好卡在他从梁氏离职之后，心中不禁猜测这一切是否是林化暗中安排。林氏集团这边，下属向林化汇报，梁婷一直在公司等候，直至迟迟没能见到林化，才愤然离开。离开前还在会客区大发脾气。林化听闻后没有过多表态，只是专注于自身工作。很快到了下班时间，薛景准时下班，前来接他的林化早已等候多时。薛景上前关心询问林化，是否是公司空调温度过低，导致他浑身冰冷，心情不佳。林化微微点头，坦言自己今日确实有些心绪不宁。他主动向薛景询问梁婷口中的婚宴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解两人早已分手，为何会传出婚宴的消息。薛景听闻后瞬间生气，直言自己从未应允婚宴事宜，肯定是梁婷肆意散播消息。他当即想要去找梁婷对峙，林化却温柔拉住他，轻声恳求他不要再次和梁婷产生牵扯。薛景立刻妥协，乖乖听从了林化的意愿。另一边，梁氏集团内部彻底乱作一团，所有合作商都纷纷向梁婷求证婚宴邀请函的事宜，众人都没有收到婚礼邀请，纷纷质疑梁氏的信誉。梁婷的母亲得知此事后怒其不争，怒斥梁婷行事鲁莽，本该让她借机拉拢林氏集团的关系，如今却彻底得罪了林氏，害得梁氏陷入危机。梁婷依旧不肯相信薛景已经嫁人，固执地认为薛景只是闹脾气，始终对自己心存不舍。家人无奈叹气，如今梁氏丢失林氏大单，众多合作商也因不满设计作品纷纷解约，公司岌岌可危。家人想起同在梁氏上班的姚夏，也就是薛景的表妹，想要让他打探薛景的下落，可姚夏入职时间尚短，没有足够的人脉资源，根本无法接触到核心信息，更无法进入壁垒森严的林氏集团。众人只能暗自感慨，薛景在城中无依无靠，或许已经心灰意冷回了老家，再也不会回来。与此同时，林化家中的佣人前来汇报，告知所有拜访长辈的礼品已经全部购置妥当。林化温柔看向薛景，坦言两人已经领证结婚，理应上门让双方家人见面，正式落实名分。薛景有些顾虑，觉得两人婚礼尚且没有敲定，如今上门见家长未免太过仓促。林化耐心安抚薛景，表明婚礼可以后续慢慢筹备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他考虑周全，告知薛景离职后不便邀请前同事参加婚礼，特意准备了喜糖，让他分发出去传递心意。亲近亲友的喜帖也会亲自手写，时间完全足够。薛景看着思虑周全的林化，心中满是暖意，全权听从他的安排。薛景愧疚地表示，一直都是林化在费心筹备，自己没能帮上什么忙。林化温柔回应，只要薛景愿意陪伴在自己身边，就是最好的事情。同时轻声询问他是否会觉得自己事事操心，太过高调。话音刚落，家中阿姨便前来告知，洗澡水已经备好。林化随即吩咐下属，次日薛景去梁氏送喜糖时，要明确告知众人喜糖是薛景的心意，尤其要特意留给梁婷一份，正式官宣两人的婚姻事实。次日，薛景派人将喜糖送到梁氏集团，梁氏员工收到喜糖后纷纷上前祝贺梁婷，以为是他和薛景的婚讯，连连夸赞两人喜事将近。众人的祝贺声让梁婷心烦意乱，随即又有员工前来汇报，自从薛景离职后，多位合作商对公司设计作品极度不满，接连提出解约。接连的坏消息让梁婷彻底暴怒，烦躁地命令下属让设计团队无休止改稿，直至让合作商满意为止。得知薛景真的结婚，彻底背叛自己后，梁婷怒火中烧，心中暗暗发誓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薛景，必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与此同时，薛景依旧疑惑林化的身份，他回想林化每天顺路接送自己上下班，忍不住再次猜测他是否在林氏集团任职。薛景反复思索，依旧觉得不敢置信，只能压下心中的疑虑，和林化道别后前往公司上班。林化叫住他，温柔表示下班后会接他一同前往长辈家中拜访，正式上门认亲。抵达长辈家中后，亲戚们见到林化样貌俊朗，气质出众，纷纷夸赞他和薛景十分般配。有长辈贴心提醒，如今社会骗局众多，担心涉世未深的薛景被人欺骗。林化见状主动开口表态，自己已经和薛景合法登记结婚，婚礼事宜后续会待双方家长见面后再敲定，态度真诚稳重，打消了众人的顾虑。席间众人闲聊，感慨如今生意难做，很多看似风光的老板，私下早已负债累累。面对长辈的寒暄与礼品，林化始终谦和有礼，从容应对所有场面。
稳稳陪伴在薛景身边，将两人的婚姻稳稳落地。